Hi，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喎。今期咧有啲特別，我用 XAI 嘅 Grok 3同埋 DeepSeek R1咧分析黃金同白銀。我對兩個 AI 咧提出咗兩個相同嘅問題。問題一係喺2025年黃金白銀價格創新高嘅主要原因。問題二咧喺2025年美國將發生銀行危機、金融炸彈爆破、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嘅機會率，相信大家都想知道 AI 俾我答案係乜嘢啦。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中美貿易戰咧進入白熱化嘅階段，針對中國對美國採取報復性嘅關稅，白宮指出中國咧將面臨高達245% 嘅關稅。鮑威爾喺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發表講話，佢話至今為止咧宣布關稅上調嘅幅度咧遠遠超過佢嘅預期，對經濟嘅影響咧可能會通脹上升同埋增長放緩。但聯儲局咧不急於減息，而是希望咧等待更明朗嘅經濟信號。大家都知道㗎啦，如果經濟增長疲弱甚至負增長同埋通脹上升結合咧，呢個咧被稱為滯脹。截至4月18號，各項指數印記，美匯指數報 99.34， 道指報 39,142 點，標指報 5,282 點，納指報 16,286 點，黃金報 3,329 美元，白銀報 32.65 美元。特朗普喺禮拜四17號晚咧喺社交平台發文話啦，鮑威爾喺減息行動上咧經常太遲，佢知聯儲局咧早應該開始減息嘅。特朗普咧更大動肝火講，佢話鮑威爾咧炒得太遲。事實上，聯儲局主席任命一旦作實呢，就算係美國總統下令，亦無法撤換嘅。而鮑威爾嘅任期呢，可至2026年5月。佢亦都表明呢，就算特朗普公開要求佢辭職，佢都唔會提早離任嘅。咁樣呢個星期呢，資金持續流入黃金市場避險，國際金價呢再創新高。現貨黃金喺禮拜四亞洲時段呢，曾升至3,357美元，再創新高。現在咧，只要你按下個訂閱、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呢個係代表你對我嘅支持，同埋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嘅。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以下呢，就係人工智能 XAI 嘅分析。喺呢個2025年金銀價格創新高嘅主要原因，第一，地緣政治風險加劇。2025年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咧，預計持續緊張嘅，例如俄烏衝突、中東局勢、伊朗核嘅談判、敍利亞嘅問題，以及咧美中貿易嘅摩擦等，可能推高避險資產嘅需求。黃金同白銀作為傳統避險資產，價格通常喺不確定性增加時咧上漲嘅。美國新政府嘅貿易政策，如對等關稅或高關稅嘅措施，可能引發全球市場嘅動盪，進一步刺激投資者轉向貴金屬嘅避險。第二，通脹壓力同埋貨幣政策嘅變化。2024年通脹率咧持續上升。2025年若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因經濟壓力重啟寬鬆貨幣政策，如降息或者量化寬鬆，實際利率咧可能下降嘅。呢個對無息嘅資產如黃金極為有利。通脹預期上升，消費者嘅通脹預期達到 6.7%， 亦都會推高黃金白銀作為價格儲存工具嘅吸引力。第三，央行同埋亞洲市場需求嘅強勁。全球央行特別係中國、印度、俄羅斯持續增加黃金以分散外匯儲備嘅風險。2024年中國央行增持200噸嘅黃金。2025年呢個趨勢咧可能延續。
印度同埋中國嘅消費需求，好似珠寶同埋投資，因為經濟增長同埋文化因素嘅保持強勁，對黃金同白銀價格咧形成支撐。第四，白銀工業需求嘅增長。白銀咧除咗避險功能外咧，仲有廣泛應用於太陽能電池、電動車、5G 技術等綠色能源嘅領域。隨住全球對可再生能源嘅投資增加，白銀工業嘅需求預計喺2025年咧進一步推高價格嘅。供應端方面，白銀嘅開採量咧增長有限，咁樣供需失衡可能放大價格上漲嘅幅度。第五，美元走勢同埋市場嘅情緒。若美元指數因美國財政赤字惡化或貿易政策影響而走弱咧，黃金白銀價格咧通常會上漲嘅，因為咧佢哋係用美元計價嘅。2025年美元咧若跌破關鍵嘅支撐逾100嘅話咧，可能咧推高金價至新高。市場投機嘅情緒，例如比特幣等資產上漲帶動貴金屬熱潮，亦都可能咧間接推高金銀嘅價格。喺呢個2025年金銀最高價格嘅預測，由於價格嘅預測咧具有高度嘅不確定性，以下咧係根據分析師嘅共識同埋市場動態提供參考嘅範圍。首先，黃金樂觀嘅預測咧，高盛預測金價可能喺2025年底達到每盎司4000美元，基於關稅、通脹同埋寬鬆貨幣政策嘅綜合影響。中性嘅預測咧，多數投行預測金價可能喺3100至3300美元之間，第二季平均價約為3300美元。保守預測咧，若地緣風險緩解或美元走強咧，金價可能喺2800至3000美元區間震盪。當前價格嘅參考咧，2025年4月金價已突破3200美元，顯示強勁上行嘅動力。跟住就白銀啦，樂觀嘅預測，部分市場人士預測白銀可能因工業需求激增同埋供應短缺，價格咧喺2025年咧翻倍至每盎司70美元。中性預測，分析師普遍預測白銀嘅價格咧喺40至50美元之間，因為波動性高於黃金，可能受到金價上漲帶動嘅。至於保守嘅預測啦，若工業需求增長低於預期，白銀可能咧就喺30至35美元嘅區間。跟住就睇下另一個人工智能 DeepSeek 分析喺2025年金銀價創新高嘅主要原因。第一，黃金價格創新高嘅主要原因係 A. 地緣政治嘅風險升級，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104% 關稅。中國亦反制提高關稅至84%，咁全球貿易戰嘅惡化，引發市場避險嘅情緒，資金湧入黃金，中東局勢俄烏衝突持續，增加避險嘅需求，推高金價至3200美元啦。呢個係2025年4月11號嘅數據。跟住就係美元信用嘅受損，央行增持黃金。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削弱美元嘅信用，中國、土耳其等央行持續增持黃金，減少美債嘅配置，全球去美元化趨勢加速，黃金作為替代嘅儲備資產需求上升。跟住就係美國經濟滯脹嘅風險，關稅戰加劇通脹，但同時可能拖累經濟嘅增長。市場預期聯儲局陷入降息抗衰退，對呢個加息抗通脹嘅兩難，利好黃金。德意志銀行預測2025年黃金嘅均價為3139美元，極端情況下可以達到3500美元添。跟住投機資金同埋 ETF 需求強勁，全球最大嘅黃金 ETF SPDR 持倉量升至937噸，呢個係2025年4月嘅數據，反映機構投資者增持，避險資金推動金價短線急升。
例如喺4月11號，倫敦現貨金突破$3200。繼續就睇下白銀價格嘅表現同埋上升嘅原因。首先，工業需求增長，太陽能板、電動車同 AI 技術推動白銀需求，但貿易戰影響部分工業嘅生產，導致機構下調白銀預測。瑞銀原預測2025年白銀均價為$36.5，但因貿易戰嘅影響，調整至32至34。跟住咧就金銀差嘅修正。2025年初金銀嘅比率咧高達101，係歷史罕見嘅，反映白銀咧被低估，部分資金轉向白銀，推動其補升。花旗銀行預測白銀咧可能漲至$38。若果工業需求復甦咁話，另外投機性嘅買盤，白銀波動性高，散戶透過 ETF 或者期權槓桿炒作，可能短暫推高白銀至$40至$45。跟住咧就綜合 DeepSeek R1 同埋 Grok 3嘅結論，喺2025年黃金同埋白銀價格嘅預測。DeepSeek R1 對黃金嘅分析係保守預測係$3000至$3200，樂觀預測咧係$3500，而機構嘅預測咧係2950至3139。對白銀嘅分析咧，保守預測係35至38，樂觀嘅預測咧係45至50，機構嘅預測咧係32至36.5。跟住就睇下 Grok 3啦，對黃金嘅分析咧，保守預測係2800到3000，樂觀嘅預測咧係4000，機構嘅預測係3100至3300。對白銀嘅分析咧，保守預測係30至35，樂觀嘅預測係$70，機構嘅預測咧係40至50。似乎 Grok 3嘅保守預測咧比 DeepSeek 更加保守，而樂觀嘅預測咧亦都比 DeepSeek 更加樂觀。跟住咧我又再問，喺呢個2025年美國將會發生銀行危機、金融炸彈爆破、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嘅機率。咁睇下 Grok 3嘅結論同埋建議。綜合以上嘅分析咧，喺呢個2025年美國發生以下事件嘅機會率咧如下：銀行危機、局部危機係30至40%，全面危機咧係10至20%，金融炸彈爆破咧，局部震盪咧係20至30%，全面嘅海嘯咧就10至15%，經濟衰退咧係50至60%，股災咧就40至50%，滯脹咧亦都係40至50%。去向投資者同埋市民嘅建議咧，第一，分散投資，唔好將所有資金放喺單一嘅資產，例如股票或者房地產，可以考慮黃金、國債或者現金作為避險資產。第二，減低槓桿，喺呢個高息同埋高波動環境下咧，槓桿投資，例如呢個 margin trading，風險就好高嘅。第三，關注政策嘅變化，特朗普嘅貿易政策同聯儲局嘅利率決定咧，會直接影響市場嘅，建議密切留意新聞。第四，現金為王，喺不確定性嘅高環境下咧，持有現金咧可以俾你喺危機時低價買入優質嘅資產。跟住睇下 DeepSeek R1 嘅總結，佢用危機機率排行榜。第一，金融炸彈泡沫爆破有中高嘅機率，係因為咧美股同埋加密貨幣過熱。第二咧，滯脹同埋經濟衰退係有40至65%。第三，股災係高機率，特別係估值嘅泡沫加政治嘅風險。第四咧，銀行危機係中等啫，地區銀行加商業地產嘅風險。佢建議應對嘅策略就係分散投資，避免過度集中美股科技股，跟住咧增持呢個現金或避險嘅資產，如呢個黃金同埋國債，同埋咧要密切關注聯儲局政策
同埋經濟嘅數據，尤其是通脹同埋就業。最後呢，就要謹慎看待高估值嘅資產，例如比特幣啦、AI 概念股等。跟住呢，我哋就睇下人講嘅説話啦。美國孳息率上個禮拜四呢再度飆升，顯示債市呢繼續被拋售。彭博社指，自1970年代以嚟呢，僅有5次美股同埋美債同步大幅變動嘅。市場認為同呢個對沖基金高槓桿基差交易嘅虧損斬倉有關。彭博社估計近期嘅基差交易額達1萬億美元，為美股美債陷入混亂，投資者需沽債平倉去槓桿，觸發債價持續咁下跌。橋水基金創辦人 Ray Dalio 喺禮拜日13號表示，佢擔心特朗普嘅關稅同埋經濟政策造成動盪，將威脅全球嘅經濟。Dalio 喺 NBC 新聞嘅會見媒體節目中表示，現在呢，我哋正處於決策點，非常接近衰退。如果處理唔好嘅話呢，佢擔心會出現比經濟衰退更糟嘅情況。佢表示，推動歷史發展有5種嘅力量嘅，就係經濟、內部政治嘅衝突、國際嘅秩序、技術以及洪水同埋流行病等自然嘅災害。Dalio 表示，特朗普徵收關稅嘅目的係可以理解嘅，但其實施嘅方式呢非常具有破壞性，會引發全球嘅衝突。國會應該將聯邦赤字削減至國內生產總值嘅3%。如果佢哋唔咁樣做呢，我哋將面臨其他問題嘅同時呢，面臨債務供需嘅問題，其結果呢將比正常經濟衰退更糟糕。佢話，金錢價值本身正處於危險中，債券市場嘅崩潰，加上國內同埋國際衝突等事件，可能對貨幣體系呢造成比尼克遜總統喺1971年取消金本位同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更為嚴重嘅衝擊。隨住市場嘅不確定性加劇同埋衰退風險增加，高盛喺上個禮拜51號發表報告表示，今年底金價目標由早前嘅3300美元呢調高至3700美元，相應預測嘅範圍呢也調整為3650至3950美元。若喺極端情況下呢，金價甚至可以呢觸及4500美元。值得留意係，今次已經係高盛今年第3次上調金價嘅預測。截至上個星期五收盤，現貨金報3238美元。高盛表示，今次調高金價預測係反映央行購買力度超預期、衰退風險增加、ETF 嘅流入以及黃金作為避險資產嘅獨特地位。該行將央行嘅購金量預期從每個月70噸上調至80噸。高盛預計聯儲局今年將進行3至0.25厘嘅減息，亦通常係黃金嘅 ETF 流入嘅基礎預測因素。但近期流入量超出預期，則好可能係反映投資者對沖呢個衰退嘅風險同埋風險資產價格下跌嘅需求增加。如果衰退真係發生ETF 流入可能進一步加速，將年底金價推升至3880美元。該行更提到，若果極端情況下即市場對聯儲局獨立性或美國儲備變化風險嘅關注增加，導致央行黃金需求持續上升至每個月110噸ETF 持有量將反彈至疫情時嘅水平，以及投機性嘅倉位達到歷史嘅新高。今年底金價甚至可觸及4500美元。如果真係發生嘅話到時我可能要研究下黃金會跌到幾多錢啦。我用瘋癲嚟形容特朗普嘅關稅政策。根據白宮最新嘅新聞稿，由於中國報復嘅行動，進口美國嘅產品目前面臨高達245% 關稅。鮑威爾喺禮拜三下午發表講話，警告關稅將會帶嚟呢個通脹上升、增長放緩嘅挑戰局面。呢個會導致滯脹添，咁樣就進一步加劇貿易政策嘅不確定性啦。好多民間嘅經濟學家已經下調今年經濟增長嘅預測，未來12個月內
出現經濟衰退嘅可能性呢，上升至50% 左右或更高。黃金繼續表現出色，自1月以嚟呢已經上漲咗27%。與此同時呢，鈑價格呢同期也悄悄地呢上漲咗13%啦。貴金屬價格飆升之際，主要嘅股指卻舉步維艱。從近期嘅高位，標指呢已經下跌咗14%，納指呢已經下跌咗19% 啦。我認同郭三同埋 DeepSeek R1 嘅分析，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呢，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我預計黃金版呢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版下跌呢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呢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版亦會升至$100。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呢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